比赛很精彩。今天的足球比赛怎么样？非常精彩。你们赢了？没有。那一定是输了。也没有，2-2踢平了。都怪我浪费了那么好的射门机会，要是踢进去，胜利就是我们的了。踢平已经很不简单了。走，今天我请你们吃饭。明天踢完再一块儿请吧，我有点累，想回宿舍洗个澡休息一下。明天的对手是谁？数学系，听说挺厉害的。没关系，明天我和安娜去给你们加油。太好了，有你们在，我们一定能赢。早上闹钟响了，可是我没听见。醒来一看，已经是7点40了。我急忙从床上爬起来，到楼下一推自行车，没气了。没办法，我只好扔下自行车，跑到公共汽车站，发现每辆车都是满满的。我好不容易才挤了上去，可是车刚走了2站就坏了，我只好下来打了一辆出租车。倒霉的是又堵车了，慢得像乌龟爬。就这样，我终于迟到了。冰箱塞得满满的。妈，看，这些苹果红红的，大大的，一定很好吃。咱们买一点吧。报上说，吃苹果对身体有好处，不生病。水果对身体都有好处。再说，咱们家的水果还没吃完呢。您说的是橘子吧？太酸了，别吃了吧。那天是谁说的？橘子有很多维生素 C， 对身体有好处。结果买了4斤，没有人吃。再说天气这么热，水果也容易坏，吃完了再买吧。那可以放在冰箱里呀。咱们家那个冰箱前2天就已经塞得满满的了，看来该换个大冰箱了。请大家来猜一下，这是什么动物？它长得圆圆的，胖胖的，身上的毛是白色的，耳朵和4肢是黑色的，眼睛周围还有一个黑黑的眼圈，像戴了一副墨镜，非常可爱。它主要在中国的西南地区生活，最喜欢吃的食物是竹子。猜出来了吗？对了，它就是大熊猫。广告栏上贴着一个通知：中村，宿舍楼门口围着一些人，发生了什么事？走，过去看看。啊，广告栏上贴着一个通知，好像是一个活动的通知。中村，有的字我不认识，你帮我读一下吧。9月20日，国际交流学院将组织留学生去郊区参观，准备参加活动的同学，请带学生证到学院办公室报名。学院要带我们去郊区参观。太好了，什么时候报名？下午2点到5点半。在哪儿报名？学院办公室。要办什么手续？带学生证就行了。我马上就去拿。你回宿舍去吗？不，我还有点事儿，你先上去吧。通知：为了鼓励大家积极参加体育运动，学校将在下个月举办春季优胜杯大学生篮球比赛，希望有兴趣的留学生朋友积极参加。报名地点：36楼204室，学生会体育部办公室，电话77654932。这家餐厅的菜不错。2位女士吃饱了吗？要不要再点一个菜？够了，我已经吃好了。我也吃饱了，这家餐厅的菜真不错。大卫，
以前你经常来这儿吗？不常来，1个星期2、3次吧。你每天都在哪儿吃饭？有的时候在食堂，有的时候去饭馆，偶尔也自己做。你会做饭？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很少做，自己做饭比在外面吃便宜，不过没有饭馆的菜那么好吃。你会做什么饭？水平最高的当然是煮方便面。那你和我一样啊。今天是周末，我打算去外面吃饭。每天都吃食堂的饭，肚子早就有意见了。朋友告诉我，有一家火锅店是最近刚开张的，酒水免费。我一听就打算去那儿了。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去的，一个人去没有意思，人多比较热闹。那家餐厅离学校不太远，走路10多分钟就到了。那儿的环境不错，服务员的态度也很热情，价钱也算公道，就是味道辣了一些。美国没有这么多自行车。大卫，你来中国的时间不短了，你觉得中国和美国一样吗？有的地方一样，有的地方不一样。比如说，美国和中国一样，都是大国，面积都不小，但是美国人口没有中国那么多，历史也没有中国那么长。另外，美国是发达国家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，生活水平有点不一样。说得不错，还有吗？还有，美国没有这么多自行车。那人们上班上学都开车吗？不一定，有的坐公共汽车，有的坐地铁，还有的开车。来中国以后，我发现中国有几多：一是人多，有13亿人口，公共汽车上、商店里、路上到处都是人；二是车多，上班下班的时候，马路上的汽车、自行车像河流一样很壮观；三是中国菜的种类多，听说有名的菜就有8大菜系；四是名胜古迹多，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，名胜古迹当然很多；五是民族多，有55个少数民族。还有，我在慢慢发现呢，他穿着一件黄衬衫。警察先生，我和我的朋友走散了，麻烦你们找一下。别着急，你坐着说吧。他叫什么名字？是哪国人？他叫安娜，是德国人。他刚来中国不久，汉语说的还不太好。他多大年纪？长什么样子？大概23、24岁，黄头发，蓝眼睛，个子不太高，1.6米多吧。穿什么衣服？他穿着一件黄衬衫，一条蓝牛仔裤，背着一个大旅行包。你们是什么时候走散的？下午2点半左右。别着急，我们一定帮你找到他。寻物启事：昨天9月5日下午5点钟左右，我在南操场丢了一个红色旅行包，里面有几支笔，还有几个本子，请拾到者送到留学生5号楼302室，或者打电话52768436和大卫联系，非常感谢。大卫，2012年9月6日。我想搬到外面去。大卫，好久不见，最近忙什么呢？找房子呢，我想搬到外面去。
住在学校里不好吗？你看，学校里有商店、食堂，还有邮局和银行，多方便呢。离教室也很近，每天你可以多睡会儿懒觉，而且房租也比外面的便宜。可是学校的宿舍没有厨房，房间里也没有卫生间，生活有些不方便。最主要的是，周围都是留学生，对练习汉语没好处。你说的也是，你帮我注意一下有没有合适的房子，好不好？没问题，我有一个朋友就在中介公司工作。昨天我的一个朋友来了，我发现他的汉语进步很快。以前我和他的水平差不多，现在他比我高多了，说的也比我流利。原来他现在住在中国人的家里，我也想搬到外面去了。我想找一套公寓，离学校不要太远，最好有厨房和卫生间。真希望早点搬家。飞机晚点了。李军，李军，玛丽，是你呀？你一进门我就看见你了，来接人？对，来接我姐姐，她坐下午的飞机回北京。你呢？我刚送我父母回国。你父母来北京了？对，他们在北京玩了3天，今天回国了。你姐姐的航班几点到？应该是2点半。奇怪，都2点50了，怎么飞机还没到？我去问问。请问，从泰国来的飞机到了吗？我查一下，还没到。这次航班可能要晚点30分钟。玛丽的日记8月30日，星期一，晴转阴。我父亲和母亲上星期来北京了，他们在北京玩了3天。他们很喜欢北京，打算以后有机会再来。今天下午他们回国，我去机场送他们。我父母的飞机是下午2点10分的，飞机正点起飞。在机场，我遇到了李军，他是来接姐姐的，可是他姐姐的航班晚点了。李军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。